4月，中国主场外交迎来又一个繁忙月。除美国财长耶伦、越南国会主席王廷惠外，德国总理舒尔茨预计也将于本月中旬访华。据德国媒体报道，与上次舒尔茨访华一样，包括西门子、宝马、奔驰等众多德国企业天团将一同访问。据悉，虽然目前随行高管名单还未最终敲定，但名单还可能继续加长。据德国媒体4月5号报道，西门子、巴斯夫、蔡司、宝马、奔驰、大众等众多德国商业巨头的掌门人都将随同舒尔茨一同访问中国。值得注意的是，这还不是最终名单。随着舒尔茨行程最终确定，预计还将有更多企业高管申请加入访华队伍。路透社的报道指，西门子集团公司总裁伯乐人这次将以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参与访华行程。深圳卫视注意到，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是德国最大的企业团体之一，旨在促进德国与亚洲之间的双向贸易与投资。在欧洲近年来跟随美国步调，不断鼓噪与中国经济脱钩、去风险时，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多次客观发布报告，表示与中国市场脱钩不符合德国利益。分析指出，德国总理在进行重大外访时，通常都会有高级商务代表团随行。从此次出访的高管名单来看，再次凸显了作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在德国外贸体系中仍然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多变，经济复苏乏力，但中德之间的经贸领域的合作依然坚挺。2023年，中德双边贸易额为253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近2万亿元。中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去年德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增长了4.3%，达到了119亿欧元，创下新高。而德国企业过去3年来对中国的投资额也相当于先前的6年总额。值得注意的是，119亿欧元的史上最高年度投资额是德国去年总体对外投资锐减超500亿欧元的情况下取得的，凸显德国企业看好中国的经济前景。据悉，除了众多德企高管，德国环境部长、农业部长以及交通与数字化部长也将随舒尔茨一同访问中国。德国商报指出，这意味着德方有意在气候、环保、交通等领域与中国扩大合作。去年在柏林举行的中德政府磋商会议上，两国环境部长签署了环境与气候问题合作意向声明，而交通与数字化部长维新近期则在德国政府内部呼吁不要把华为等中国厂商完全排除在 5G 网络建设之外。德国作为这个欧盟的发动机国家之一，它对欧盟的发展方向和重大的决策呢，可以说是有关键甚至决定性的影响的作用。此次它的访华，对于其他的欧盟成员国来说呢，一方面呢提升他们的这个对华的商业信心啊，另外一方面呢是展现中国市场对欧洲企业的这种吸引力啊，会起到一种牵引和示范的这样的效用。需要指出的是，相较舒尔茨2022年访华，这次的背景有些许不同，是德国首份全面对华战略通过后，德国总理首次访华。德国政府去年7月通过的这份战略声称，与中国所谓系统性竞争和减少对华经济依赖的必要性，同时指出，中德也应在经济贸易和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上保持合作。舒尔茨在战略发布后重申，德国政府无意对华脱钩，将继续与中国合作。今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与作为舒尔茨核心幕僚访华的德国总理外事顾问普吕特纳会面时强调，中德关系具有超越双边的全球性意义，应摒弃保护主义，不以借去风险、搞去中国化，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观察认为，德国对华战略的调整与欧盟近年来对华政策转向有关。去年，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首次提出欧盟对华去风险，自此去风险已成为欧盟对华政策的关键词。对此，有分析指出，欧盟对华关系战略改变有着复杂的内外部因素，尤其是在中美博弈走向深入、乌克兰危机深刻改变欧盟地缘战略认知、欧洲对美国安全依赖加深、安全考量主导经济思维的大背景下。与此同时，由于各成员国之间利益有所不同，欧盟内部对去风险仍有分歧，尚未就如何操作去风险达成完全一致。
此外，欧美之间本身就经贸等领域存在巨大分歧，加上美国进入大选年，特朗普会否重返白宫的阴霾，也使得欧美关系平添不确定因素。欧洲奉行的对华是一种去风险的策略，与这个美国相比较呢，那么欧盟呢与中国呢没有在这个地缘政治和这个科技方面的这样一些利益的冲突，因此呢，对欧盟来说呢，它是肯定不愿意去追随美国的这种对华脱钩的这种战略的。那么呢，对欧盟来说，在欧中关系中的这个经贸这个利益也是他不愿意去丢失的。就在耶伦访华的同时，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正在欧洲参加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理事会活动。他鼓噪美欧应采取适当反制措施，共同应对中国经济模式给西方带来的挑战。那么，对于戴琪的相关言论，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其实说到美欧这一次 TTC 的会议，从美方来说，战略方面是有一定的焦虑的，因为总体的一个背景，美国关注到的是近一时期不仅仅中美之间在互动，中欧之间也在互动，而互动其中包括一些高层级的深入的交流。比如说，大家关注到的是德国总理舒尔茨即将率团来华，而西方国家也有一些声音认为呢，即使在美国不断的强调所谓去风险目标的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德国的企业界，尤其是一些高层人士，仍然积极要前往中国，要加入到代表团当中。所以呢，与美国的战略目标与美国搞大国竞争是背道而驰的。而同时呢，在近一时期，我们会看到中法建交60周年的背景下，中法之间也在进行一系列的互动，未来可能还会有一些更高层级的活动举行。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今年认为对美国的盟友，尤其是欧洲盟友，进一步的拉拢，来形成对华的合围，美方有更多的焦虑。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美国在试图以一种价值观、意识形态，以这种全球数字化转型为一个总体的方向，来试图拉拢欧洲国家。所以这个时候，美国给出了一个命题，那就是对于所谓市场经济国家来说，非市场经济会构成更多的挑战，进而把非市场经济的标签贴在中国身上，就可以形成所谓对华的这种所谓同仇敌忾。但是呢，尽管戴琪发出了相关的声音，但是欧洲国家如何回应，如何来看美国所谓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相关的合作，那么欧洲国家也会有自己的判断。与其说呢，美国是希望欧洲国家与中国脱钩，来服务于自己的战略目标，最终呢能够形成对华合围，不如说呢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欧洲国家在努力的找平衡、走钢丝，试图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欧洲战略自主未来也将体现在欧洲的整体政策当中。美国一味的施压、拉拢，甚至是哄骗，是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的。